如何才能复活已经死了400年的宫本武藏？首先要取出他即将石化的脊椎骨，接着再用板斧把它直接劈成2半，露出里面那副尚有弹性的动脉，然后用比头发丝小100倍的针管提取出细胞核，注入到一颗去核的卵子中进行培育。最后只需等待11个月的时间，宫本武藏就从婴儿时期长到了如今41岁的模样。在确认各项数值无误后，科学家下达了分娩的命令。这位沉睡了4个世纪的传奇剑豪终于重现于世，只是他的指甲足有2米长。在将其全部剪掉后，装了满满一大盘子。而之所以德川如此大费周章的复活宫本武藏，只因在父子大战后，刃牙因为没有了对手，让他每天都感到十分的无聊空虚。即便是训练时从2000阶的台阶上一跃而下，中途他还是会因感到无聊连连打哈欠。这种无敌的寂寞让他早已习以为常。殊不知，在地球的另一边，一个不败拳王也有着和他同样的空虚感，因为每一场战斗，对手必在2秒半内被他一拳放倒。直到在一次记者会上，他听说到岛国有个叫刃牙的男人同样强得离谱，于是他当即飞往日本，请求德川给自己安排一场与刃牙的决斗。他本以为对方看到自己魁梧的身材后会拒绝，却没想到德川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。可到了比赛当天，拳王看到刃牙的瞬间直接傻眼了，因为对方那瘦小的身材估计连自己一半的体重都没有。要不是拳王看过父子大战的视频，他绝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高中生敢跟自己打。可当拳王站上擂台时，刃牙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无形的压迫感，竟让他感觉自己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一头凶猛的怪兽。ミスターアトラス。很快比赛开始，拳王摆好架势准备迎战，然而刃牙的反应却出乎了拳王的预料。他本以为对方会和自己一样紧张兴奋，可没想到刃牙的眼里只有无聊和空虚，这让拳王顿时感觉被侵蚀，随即便踢出一记凶猛的鞭腿，可结果却被刃牙轻松躲开。见此，拳王再次打出一记绝杀的右直拳，可依旧是连刃牙的一根头发都碰不到。突然，刃牙伸出双手，一把按住了对方的脑袋，这股恐怖的力量让拳王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被液压钳夹住了一般。紧接着，刃牙抓住拳王的脑袋，疯狂的摇晃，不到2秒半的功夫，拳王的大脑就被刃牙摇成了豆腐脑，直接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而刃牙也是强忍着哈气，没有倒出来。于是，为了让刃牙不再这么无聊，德川不惜花费重金，将埋了400多年的宫本武藏挖出来克隆复活，只为给刃牙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当宫本武藏从人工胚胎里冒出来的那一刻，刚刚结束训练的刃牙突然听到一阵强烈的心跳声。这个心跳声不属于他，也不是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的，但身为强者的他敏锐地感知到，这个心跳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是总结解析。看完刃牙道第1集，最大的感觉就是强者真的会无聊死。父子大战后，刃牙没了目标，训练打架都提不起劲，满屏都是压抑的哈欠，那种无敌的寂寞太真实了。另一边，德川老爷子为了治这种富贵病，直接在地下搞黑科技克隆宫本武藏，虽然科学上扯得要命，但最后培养草里那个黑影亮相时，压迫感直接拉满。说白了，这集就是个超长前戏，不急着打架，先把空虚感扑毒，再扔出武藏这枚重磅炸弹。明知是胡扯，但就是忍不住想看后续，荒诞又带劲，这就是刃牙的魅力。